Hello，大家好，我是凯莉。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是，如果你对于你的未来感到迷惘，你不知所措，不知道你的未来方向应该要怎么去呢？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其实我自己的话，从小到大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一直到现在也还在寻找我自己的人生目标，未来的方向是什么。那因为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你的家人可能是你身边也有很多其他的人会告诉你说，你的人生应该要怎么走。比如说，你的人生可能一定要在30岁之前，你就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30岁之前成家立业，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个事业。老实的说，每一个人的人生目标都是不一样的。我思考这个问题很久，我也觉得我自己的个性，我的想法，我想要的其实是跟这些传统意义上我应该要走的路是不一样的。例如，很多人他是可以接受朝九晚五的生活，他可以接受那种一成不变，或者是每天一直在重复的一些工作内容，他觉得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舒适圈。但是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喜欢弹性、喜欢自由的人，我会觉得做那样子的工作对我来说会非常的痛苦，我没有办法忍受。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应该放在同样的框架里面被要求去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现在觉得非常的迷惘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我们总是会想要看一下别人在做什么，或者是总是会把别人的话听进去了之后，然后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问题。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被这样子来做比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独一无二不同的个体，我们有不同的个性。例如我从小就是一个喜好特别广泛的小孩，那我也非常的羡慕那种从小到大都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从小到大就能专心致志的说，我长大我要当医生，然后他就一路这样子读医学院上去做医生，或者是他从小到大就知道我要当老师，然后他就是一直上去就当了老师。所以对我来说，我会很不能理解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我尊重，但是我不理解，因为我不是这样子的人。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喜欢什么，我没有办法就是专心致志的做这一件事情，然后就一直这样做下去。所以这对我来说，它并不是我的剧本。那我今天的话也帮大家抽了一张塔罗牌，给大家一个建议。那这张牌的话呢，它叫做 The Hangman， 就是倒吊人牌。那这张牌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一句话就是 Flow with it， 就是像随遇而安、顺势而为、顺流而下的那种感觉。它其实想要告诉你的是，你的人生呢，不需要知道一个既定的方向，你不需要知道你要走向哪里，这没有关系。你也不需要有觉得说好像应该要焦虑，应该要不安，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倒吊人的这张牌其实就是在告诉你说，即便你今天走在一个充满迷雾的大路上，你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呢，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你低头下来，好好的看着你的脚下，看着你的那条路，慢慢的走，一点一点的走。那所谓的那条路是什么呢？就是你真正喜欢的事情，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当然有的时候这条路也不是那么的明显，例如说你喜欢的东西跟我一样也很广泛，然后你真正想做的事情也不是那么的明确，但是它有一点像是在告诉你说，什么样子的事情你是不讨厌的，什么样子的事情能够让你有热情，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是可以，即便这件事情它今天所有什么报酬都没有，一点钱都拿不到，你还要花费精力花费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还是会去做，你甚至可以做得很开心。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即便你就是真的很喜欢的事情，你就只是说话，那这也是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即便你就只是喜欢说话，这样也可以。就是去找到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去做，然后脚踏实地的做下去，不要想着未来，不要焦虑，不要不安，不要看着别人在做的事情然后给自己压力，这些事情都是你不需要去做的，你不需要去
烦恼、担忧的事情。这让我想到我最近看的一个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Searching for Sugar Man》。那他是在讲一个美国的歌手，他是曾经在很多的餐厅里面去做餐厅的驻唱，但是到后来他被星探发现，那星探发现了之后，他出了几张专辑，那几张专辑都没有红，因此他就觉得说他自己可能就不适合这条路，即便他还是很喜欢音乐。那直到多年了之后，他才偶然发现自己在南非是一个超级大歌手。他突然发现说他的歌在南非非常的红，那个红的程度可能就是当代很红的那种大歌手，像那种猫王的那种程度，在南非来人的心里可能就是那种程度。那我其实也有特别的去看了一下他在成名之前的这中间他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他就有特别提到说他在这期间他其实就是做很简单的工作，就是房屋建设，就是那种很基础的，可能帮忙搬冰箱、搬砖什么样子的工作，他就是在做这样子的工作。首先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子的工作有给他成就感，那也能够让他保持健康，所以他就是一直都在做这样的工作。即便他很喜欢音乐，但是他私底下还是会弹吉他，还是会保持这些音乐的习惯。他还是很喜欢艺术，所以他私底下也是会带他的小孩去艺术啊、博物馆啊这种的场合去看展览、看画什么的。那他也会去做一些社会性的服务，然后也会去做一些他喜欢的，比如说他对于整个城市的一个改革有兴趣，他觉得他可以做更多，他就去参加选举，即便他没有选举到，但他也无所谓，他就是一样在过着自己的生活，每一天都是脚踏实地的在做事情，工作也比别人认真，一直到他后来才发现他在南非是一个大明星。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生是非常的出其不意，非常的有趣，即便你现在不知道你未来的路是什么，你的方向是什么，但是你可以就是照着你随心所欲的生活，就是你现在喜欢什么，你的热情是什么，你的成就感来源是什么，那么你就去做。像有些人可能他喜欢的事情，即便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钱，没有任何的帮助，然后会浪费你的时间，但是你还是喜欢，那你就去做。例如说是公益的活动，即便你就是你拿不到钱，但是你去帮助别人，你觉得很快乐，那你就去做。或者是说你喜欢音乐，你可以继续的弹音乐，你甚至可以把音乐录下来，可以把音乐上传给其他人去分享，这些对你来说让你感到开心，你就去做。什么样子的事情能够让你有热情，什么样子的事情可以让你有成就感，什么样子的事情是抛开一切所有不谈你还是喜欢的事情，如果你有，那你就去做。即便你今天没有，那么你就找一件不那么讨厌的工作继续做下去，每一天就是努力生活。你可以好好的规划你的每一天想做什么，例如你的早上起床，然后你可以看一点书，然后就是运动啊、健身啊，然后可能假日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去踏青啊，或者是说有一个小目标，假日的时候可以去爬山，然后爬什么样子的山，然后你可以有一个目标。所以这件事情呢，今天这个问题就是在告诉你，不要担心你的未来，不要担心你的方向，不要焦虑，你找不到这个方向没有关系。你跟我一样，我们都一样，我们对未来都没有方向，看不见方向，但没有关系，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找你喜欢的事情，找你有兴趣的事情，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不要担忧，不要想太多，每一天就是好好的生活，努力的生活，脚踏实地的去生活，慢慢的或许你就会开始对于你的未来越来越清晰，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突然之间你可能就想到说，哦，我好像可以去做一个 YouTuber， 我好像可以去拍个影片，我好像可以比如说画一张画，做个驻唱歌手，去发表一篇文章啊什么的，或是研究什么方向，就是某一天，未来的某一天，你可能会找到你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但是此时此刻，请你不要焦虑，不要不安，不要担忧，不要想太多，就是过好你的生活，然后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做你喜欢的事情。即便你喜欢的事情可能没有钱，但是你可以一边做着你不讨厌的工作，一边做着你喜欢的事情。永远不要放弃你喜欢的事情，
继续的做下去。那这是我今天的影片。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是有任何想要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那就这样啦，希望你们都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然后一起加油，因为我也在努力的过好我的每一天。好，谢谢，然后下次见吧，拜拜。